好，第二遍颜色调色方式啊，再调赭石，去了，吸点水过来，吸点水，取点水过来，取点水过来。赭石要多一点了啊，现在赭石要多一些，比第一遍要稍微的深一点，稍微深一点，记住。你们调好之后，可以对着老师的调色盘啊检查一下，不要调得太深了啊。这第二遍的色。好，取好颜色，把笔刮下。取好颜色之后，取好颜色把笔刮下，刮得扁扁的啊，这样刮，正反刮。这第二遍是比较深一点的啊。好，还是先从头部开始染起啊。好看这个地方啊，你是不是看见比第一遍更深了？看到没有啊？这个是不是比第一遍深了？好，撤掉，把这个画面挪过去。要染出这个效果的话，笔一定要好，笔它压扁之后是平的，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压扁是个平的，而且里面有一些缝隙，一些距离嘛。如果它太密了也不大好啊，如果太平了之后太密集了，那就吃不出这种毛的质感了啊。所以要注意，它因为是尖好的啊，一长一短，一长一短，一长一短，看见没有？形成这种这种感觉，那么它染出来的颜色特别的好看。如果你用用羊毫的笔的话就不太好啊，全给你染成一样的了。可以对比这边看一下两种不同的颜色的对比啊，一个深浅的对比。好，上题。看这边就大一些，不要再染了够了。现在第二遍不是全部染
啊，有的地方留点白啊，留点小白，浅的、深的都留一点。如果说你想染的浅一些啊，你就轻轻的染，要轻一点，不要用力，用笔尖啊，那个笔毛的前面那一点点接触纸面，染的非常的轻啊，非常的轻盈啊。轻一点，就用笔尖啊，那一排笔尖接触纸面。好，这个角往下扫，往下扫，前面爪子是白的啊。好，再把尾巴染一下，调点颜色。反着染啊，你就说不转纸的话，你只能这样反着染。好，现在是第二遍啊，第二遍染好了，第二遍啊，那么开始第三遍啊，第三遍怎么去调墨啊？第三遍，再加多棱折石啊，再加多棱折石进来。这么多，还要加点墨进来啊，加点墨进来，看到没有？调点墨过来。
用丝毛笔啊调点墨过来，放到这里，放这里，用多少取多少啊。好，这样就够了。这样比第二遍是不是更加深了啊？更加深了，依然是把笔刮下，刮下啊，左右刮，不要太多水啊，记住。好，再来染，从头部开始染起啊，再从头部开始染起。还是把这个纸给它倒过来啊。看看第3遍的效果啊。第3遍不是全部染，记住，第3遍是选择性的染，有选择性的染啊。好，加颜色，加颜色就跟我们平时那个前面的一样的步骤啊。这里待会儿用小号笔来染，现在是大号笔施展不开啊，大号笔施展不开，待会儿用小号笔染。哇，这些水都干了，看到没有？赶紧啊，拿大号笔，施点少量的水啊，因为我们的水都干了，很快，这天气比较热啊。你不干的话，啊，如果它太干了，你染出来颜色衔接不大好，衔接会有问题的。所以要把这些地方施下水啊，啊，全都干了，再加点水施一下。这个千万注意，如果是冬天没有干那么快了，夏天的话，确实干的比较快一些啊。好，还原一下。好，再用中号笔继续染啊。刚才那个地方水都干了，施点水。像这个地方不施水的话啊，这个染的就不好看，所以这个地方施点水。施点水，施点水就不一样了，感觉。哎呀，这里染的太厉害了。这里一笔啊，稍微还有问题不大啊，那个小心一点。干了之后就看不到了。哇，这里还没干啊，因为我们这里刚才大范围染过，所以没干那么快。
好，往下移动，干了。干了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染水去干擦啊，用这种就这样慢慢去擦，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因为不比这里啊，因为它这里毛很短啊，而且很干，所以我们采用这种干擦的手法，这样擦一下。这也是丝毛啊，这边染边丝啊。啊，再来调试啊。这大腿的位置看到没有？这个大腿的位置要把它留出来啊，然后有点那种感觉啊。我们染色并不是说把它染成一个颜色，对不对？前面的1遍、2遍是通通染一遍，对不对？除了这留白的地方不染，前面的2遍都是通通染一遍。那从第3遍开始，我们就不是通通染了，对不对？看清楚啊，我们是局部去染，慢慢加深啊。及时补充笔上的颜料啊和水分。那你画一会儿啊，画的估计已经差不多了，你就去补充一点能量啊，补充一点能量啊，这是能量。需要深的地方就用力擦，看到没有？前面是轻轻的擦，啊，这种地方我就用力擦。好，尾巴还是这样的啊，通通再染一遍啊，不停的重复啊，不停的重复这个动作。好，拿大号笔啊，这些需要湿水的地方还是湿点水，这里要湿点水，太干了。边缘啊，这边湿点水。湿完水之后啊，我们再来染。边缘啊，这个后面的边缘，对，轻轻的染，不要染太狠了啊，太狠了之后边缘显得太生硬了也不好看啊。慢慢的往外拨啊，慢慢往外这样慢慢拨，往外拨。
这个是第3遍第3遍。那么下一次我们来第四遍好，我们进行第4遍染色第4遍染色的话，我们颜色不变，还是加点墨加点墨进来，加点墨，刮下水刮下水，把这个这个地方稍微染一下。也是接着染没有干的只是湿的这个地方我还深一点这个地方我们也算深一下，这个地方刚才重点染了这里3个地方。好，这些地方有些地方要干擦一下，看，因为它水少了，这里水比较少。这样擦出来的毛也很有质感因为它比较短，比较密脚下面，所以你这种手法也可以用。好，再加颜料这个我就不展示了，颜料就这么取颜色好，在这个身上去干擦一些深的地方尾巴的话就画这个，放在这里画一下就行了，其他的不用怎么画。尾巴尖可以再暗一点。额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画一下。现在染到这个程度我们开始用别的颜色了，用这个鹅黄色用鹅黄色，换一个盘换个吸水盘，换个调色盘，用这个调色盘换个干净的调色盘加水可以把这个笔洗一下，把这个笔清洗一下，清洗一下这个水，清洗干净。好，把这个鹅黄色拨过来在这里调鹅黄色鹅黄色，颜色干得很快这个水不要。然后加赭石色进来，鹅黄加赭石鹅黄加赭石。多搞一些，不够用不够用，这个稿还比较大所以要多搞一些。再搞点水过来，加点水，
因为我们吹干之后的效果可能变浅，记住啊，吹干之后效果可能变浅，所以我们要可以把它画的夸张一点啊，多搞一些。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刮水一样的啊，刮水，开始染，湿的没有？还是湿的，还是湿的，可以染啊。啊，这样染，点点水啊，笔压扁。好，再来一点。这个时候可以啊，就像可以染的字奔放一些啊，奔放一些，就自由一些啊。也不是说让你通通搞一遍，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让这个狗更黄一些，是吧？黄黄的。全干了，看到没有？现在是个半干的状态，半干的状态。天气太热了。我们把它试下水啊，拿出大号笔，太快了，速度，你看。非常快的速度就是干了。好，加颜料，压扁它啊，压扁。看起来很黄，其实一吹干一点都不黄啊。有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预判，就你画完之后吹干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要有一个预判啊。好，调整盘我拿出来啊，这个往后。好，这个脑袋。
后面。再还原啊，再还原。好，检测一下画面啊，检测画面。拿回这个啊，刚才的调色盘，加点墨进来，加点墨进来啊，刮一下水。这里再画一下啊，墨少了，再加多点墨。加点赭石，加点墨啊。好，差不多啊，我们的猫这个狗狗啊，差不多了。再换小号笔啊，最后换小号笔来染。小号笔啊，小号笔调赭石加墨就可以了。主要是染什么地方？染这些啊，小地方，就是耳朵尖尖里面啊。刚才大号笔不好操作啊，是不是？现在用小号笔可以尽情的操作啊。再加点赭石，加点墨。眼角，好，这个小狗啊就画好了啊，然后就可以把它吹干，然后再画最后的啊，染色染好了，画最后的小细节了啊，最后这个小细节。好，现在吹干之后，发现这个狗狗的颜色变浅了，还不够黄，还没有达到我的目的。
那我们还得把它继续再染一下啊，还得湿水啊，再把它湿水。因为干湿的变化，你看一下，干湿的变化完全不一样啊，注意一定要，就是我们再来湿水，再染一下。你看一下湿的和干的变化太大了，所以它不够黄黄狗大黄狗啊，这个效果还没出来，那必须还得搞一下，还得继续染一下。所以要染的怎么让它夸张一些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干湿效果是不是特别的差别好大啊？我刚才以为是可以的啊，但是还是不行啊，那还得再染一遍啊，这种是很正常的啊。遇到这种事，我们还是要再染一下啊，这都很正常的。好，先打湿的啊，这个效果就是最好的啊。但是这是刚才没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再染一次。我们可以把这个把这个黄色，这个笔要洗一下，里面有点脏了啊，洗一下笔啊，洗一下笔。我们可以再挤点鹅黄色啊，不够用啊。鹅黄加赭石啊，鹅黄就够了，再挤点黄。至少干了之后可以淡一点啊，但不至于太淡了就不好啊。直接刷，可以直接刷快一点的。这样画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可以方便修改。如果你画的太黄的话，那就没法修改了啊，你就没有修改的余地了啊，你的就结束了。比如说你画完了，不管好和坏，你就得认了啊，知道吧？如果说你先画浅一点，后画深一些，你画好画坏了，哎，我还可以不是画坏了，说你画浅了，你还可以再染一下，是不是啊？总体来说好处还是多一些啊。可以淡，但是不是刚才有点淡了，所以我们再加一下。
再给它铺一下。这样的钢的时候啊，虽然它变浅一点，但是哎，效果可能就比刚才前面的效果要好很多了啊。这个好，这就可以了啊，就不要再，就应该可以了，没问题了。这可以吹干了。好，现在效果很不错了啊，这是我想要的效果了啊。换完之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拿出丝毛笔和白色啊，刻画细节，刻画一下细节。毛的质感特别好，现在可以更加强化它的质感啊。好，用干净的丝毛笔啊，调用白色，调开，我们来刻画细节。